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道德经》的第61章，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一念随喜，功德无量。在今天的这一章里，老子继续深化他的权力观念，但方式却异常柔和。他以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展开，不是教人如何掌控、支配、征服，而是提出了一种看似反常却极具深意的策略。在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反控制、反霸权的治理逻辑。特别是在强调权力平衡、合作共生的当代社会背景中，这一章的智慧显得格外穿透人心。这一章的开头“大国者下流”是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老子把大国比作河流的下游，这个下流不是贬义词，而是位置上的低处，承接百川的地方。这句话其实说得非常有力，也非常现实。大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国，不在于它高高在上，而在于它处在下游，能包容、能接纳、能涵养。这其实和古代中国关于水德的观念一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我们若用今天的社会语言去理解，大国要有容纳性，要有协调力，要有包容的姿态。接下来的一句“天下之聘，天下之交也”，是对上句的一个进一步阐释。聘是雌性的象征，在古代多用来比喻柔顺、静谧、包容的属性；交则是连接与汇聚之处。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晰。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交，是因为它具备聘的特性。换句话说，大国不是靠强势压制周边，而是靠柔和的姿态，把四方之国自然吸引过来，最终成为联系天下的枢纽。接下来的几句：聘常以敬圣母，以敬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是全章的核心命题。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一种政治智慧，也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精神。老子强调的是一种顺势而为的统合机制，柔可以胜刚，下可以居上。进不是退让，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低姿态；下不是失败，而是完成整体关系中的关键一环。我们试着把这个逻辑还原到当代人的工作情境当中。今天许多人在职场中被强调要强势、要掌控、要展现所谓的领导力。然而我们发现，真正有凝聚力、有统御力的领导者，往往并不是最会发号施令的那一个，而是最能倾听、最能理解人性复杂、最能放下身段的人。所谓的大国以下小国，是一种自我设定的定位，不是妥协，不是低头，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退让，用以换取更长远的合作与信任。这就像一个优秀的团队负责人在面对下属时，他不会一味地用制度压人，而是能够营造一个让成员自由表达的氛围。通过这种方式，他反而真正实现了影响力的最大化。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在传统文化中，家长常常被视为家庭中的权威象征，认为自己应该说一不二。但老子的逻辑是反过来的，父母如果一味地高高在上，不断发号施令，控制子女的行为，只会引起对抗和疏离。反之，若父母能够退一步，把自己放在理解和尊重的位置上，子女反而更愿意靠近，更愿意沟通。这就像聘以敬圣母的原理，温和的力量才是长期的力量。一个真正健康的家庭结构，并不是通过权力的单边压制维系的，而是靠每一个成员愿意放下自我，倾听彼此，共同滋养的过程来维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老子所说的下，并不等同于低贱、软弱或屈服，
而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事与处事的姿态，是一种把个体的强悍收敛起来，以成就更大系统的智慧行为。尤其是在多元共生的社会制度中，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谁能真正理解下之为道，谁就能够避免冲突，化解对立，达成整合。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这一句话进一步揭示了老子对权力博弈结构的分析。表面上看，有人因为放下而得到了对方的依附，有人因为低姿态反而收获了高地位。这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今天在很多场合里，是不是太急于争一个高下，分一个你强我弱，而忽略了最根本的，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共赢，而不是胜负。尤其是在如今职场高度协作、强调团队成果的环境中，懂得退一步的人，往往才是走得最远的人。然后是大国不过欲兼处人，小国不过欲入世人。这一句话将两种角色的动机揭示得一清二楚。大国想要的是包容和涵养更多的人才、资源与影响力，而小国渴望的是能够纳入更大系统，寻求安全感与归属。听起来这是互有需求、可以共赢的关系。问题在于，若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都不愿意先下，结果只能是僵持甚至冲突。而老子的建议是，既然目标一致，大国就应该主动退一步，做出那个先下者。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这句话不仅是对政治大局的总结，也是一种战略性的建议。谁退一步，谁就掌握了真正的主动权。我们将视角拉回来，再看今天的家庭和工作场域。当父母希望子女听话成才，子女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这两者其实目标并不矛盾，但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缺乏一方率先退让、主动示弱。同样的，在职场里，管理者希望下属配合完成目标，下属希望被合理对待、发展自身，这两者也是可协调的。但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先选择那一个下的姿态。老子这一章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动态平衡中的权力转化机制。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要柔弱、要谦逊，而是在说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若懂得在合适的时间调整自己的位阶，以退为进，那他最终收获的将不仅是目标的达成，更是他人的信任和长远的秩序。这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个体一个深刻的提醒。当你觉得非要争出个输赢，压倒对方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句：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短暂的控制权，还是长远的关系稳定？是表面的胜利，还是内在的认同与共处？当你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愿意为了更大的系统协调去放下某种个人姿态时，那你就已经践行了这一章的精神。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层面，我们也看到，如果一个社会始终在强调效率、竞争、强者为王，那么很多柔性的空间会被压缩，很多共生的可能会被扼杀。但如果社会能容许，甚至鼓励组织和个人采取柔和的姿态，承认下的价值、下的力量，我们或许就能构建出一种更有弹性、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一章其实也为当代治理、企业战略、家庭教育提供了可实践的理念指引，而它最深的哲学底色，仍然是那种顺应自然、知止有度的道之精神。道不是要人永远居高临下，而是提醒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像水一样往低处流，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汇聚之所、涵养之地、归根之源。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老子的意图：真正的大者不是掌控一切的存在，而是能接纳一切的所在。大国若能理解这一点，才配成为天下之交；个体若能做到这一点，也才算是入道之人。下一章，
老子将以更奇特、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比喻，带我们从国家治理的逻辑中进一步展开，深入理解何谓以无事取天下。这一转折将会重新定义我们的主动与被动、掌控与放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